朋友们，内心经常充斥着巨大的恐惧，该怎么破呢？说恐惧呢，可能很多人一下子不太明白。那我换一个词，比如说焦虑、担忧、抑郁，大家可能就会比较熟悉了。在当下的时空节点呢，绝大多数人都很焦虑，都很担忧，都很抑郁，每天都活在各种各样的焦虑、担忧里。为了什么担忧呢？为了什么焦虑呢？我举几个例子，大家应该是有深刻的共鸣的。比如说担心失业，担心没有办法养活家庭，照顾孩子。如果在做投资的话呢，担心股市崩盘，担心自己的资产呢贬值，即使手里有很多流动现金，还会担心钱贬值。如果家里有孩子呢，会担心孩子的学习跟不上，在孩子很小的时候，很殚精竭虑地为他选学校，希望孩子能够进一个好学校。进到好学校之后呢，会给他去找一些好的辅导班，希望孩子能够名列前茅，希望他在毕业之后能够找到好的工作，希望他人生能够活得好。即使说熬了很多很多年，孩子终于毕业了，你又会担心孩子的婚姻问题。孩子步入婚姻后呢，你又会担心孩子的问题。包括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呢，都会很担心皮肤的衰老，担心生完孩子后身材走样，担心容颜不在，所以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美容。还有很多在结婚之后呢，由于成为了家庭主妇，所以每天都很担心，担心与老公的能力脱节，担心自己人老珠黄，担心自己能力下降，担心被社会抛弃，担心自己没有价值，所以变得很情绪化，很控制化。包括小孩子其实也有自己的焦虑，比如说马上期末考试了，担心考试考不好，假期要过完了，作业还没有完成，很多很多。这些呢，其实都是随机想到的一些，还有很多很多在我们生命中，在我们过往人生中令我们焦虑和担忧的事情。从我们的财富、亲密关系，再到我们自身的健康，其实每一个人都活在对于未来的焦虑、担忧、彷徨、困顿里。那大家有没有去问问自己，自己这么累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很多人说是为了我的家庭，是为了让父母能够过得更好一些。还有很多人会说为了我自己，我不能在这个世界白活一趟，白走一遭，我要好好活我自己。无论大家是为了什么，无论是为了很宏大的人生观、价值观，还只是为了小家庭的幸福，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一句话：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追逐，无非是让自己的心能安定下来，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，让自己的心平静、喜悦、安定。无论是为了更多的钱也好，为了生活的幸福，为了孩子，为了一些愿景也好，其实这些根本点都是一样的。不过，虽然我们努力在追寻这些东西，但是在真实的人生中却总是事与愿违，因为每天的担忧、焦虑和恐惧像一个怪圈一样，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无法自拔，每天都是负重前行。好，讲了这么多呢，其实主要是想告诉大家，别活在对于这个三维世界的恐惧里。这些恐惧、担忧、焦虑都是我们自己为自己创造的，没有人可以创造，这是你自己在创造你自己的人生。你身边的一切都只是被你感知到而已。就比如说，你看一棵大树，你看你手里的一个杯子，你看一个正在与你说话的人，他们都只是被你感知到而已。你的眼睛确实看到了这些，但是眼睛是经过一系列的光的反射感知的，也就是它们都必须有一个屏障。
这个屏障是什么呢？作为感知者的你，感知的过程以及被感知的对象，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。也就是你看到的这些影像都只是被你感知而已，都只是被你觉知到了而已。这是从视觉来讲，包括听觉、嗅觉、触觉等等都一样。你所感知到的世界都只是被你感知到而已。我们上面所讲到的外界的这些财富也好，亲密关系也好，身体健康也好，这一切用佛家的话来讲，都是自心取自心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外在都是影像。你观察到这些影像之后，又对于这些影像建立各种各样的好坏对错的认知和判断，然后呢，你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情绪，比如说焦虑、抑郁、恐惧，也可能是喜悦、开心、豁达。外界的这些认知，它们都是你的心投射出来的，也就是你眼耳鼻舌身意所觉知到的一切都只是虚妄的相而已。它们都建立在无数的条件之上，生生灭灭，分分合合，没有一个能够恒定恒长。我们痛苦的根源就在于执幻为实，把此刻幻化的东西当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，不敢面对无常的存在，以为拥有的就是永恒，以为当下的一切就是真实的。比如此刻的你觉得自己年轻漂亮，如果突然有一天自己不再年轻了，你就会忧伤。快乐和烦恼本来就是一体相互转化的，美食给你带来快乐的同时，你也可能会因为它导致的肥胖而烦恼。升职加薪是快乐的，但伴随而来的压力和焦虑也会增加。相聚是快乐的，分别却是痛苦的。苦与乐都是无常，不停变换才是这个世界的常态。万事万物没有一成不变，不必欣喜过头，也不必忧伤过头。很多人觉得是无常给我们带来了痛苦和磨难。就比如说，你可能会认为，因为那件事发生了我才痛苦，因为那个人我才痛苦，一切都是因为无常才会痛苦。实际造成我们痛苦的并不是无常，而是我们的执念和对无常的恐惧，像害怕衰老、害怕失去、害怕分离、害怕意外。这就是对无常的恐惧。当衰老来临，亲人分离，得到又失去，意外发生，我们就会痛苦，不能接受。这就是一种执念。当你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之后，你再去看一看你当下的境遇，你看一看你的恐惧、焦虑、担忧，就会发现，你只是活在了你自己创造的影像世界里。痛苦和情绪都是你的大脑给你做出来的判断，而大脑并不是你，它只是你的一个器官而已。如果说你每时每刻都在焦虑、担忧，那么你会发现，你越担心什么，越害怕什么，越焦虑什么，就会越来什么。你生命中的每时每刻都在吸引这些令你焦虑、令你担忧、令你困顿的事情来到你的生命里。这就是唯一的游戏规则。意识状态创造生命体验，也就是你人生的一切境遇皆是你自己创造的。你的意识在投射这样的世界，而这个世界的影像是生生灭灭、分分合合的，没有一个是恒定恒长的。而当你处在不同的观察者角度的时候，它也注定你在下一刻会继续经历什么样的体验。这就是生命的法则。所以别活在对影像的执着里，你所生活的世界真的只是一个影像而已。而我们作为一个入梦的角色，你在你的梦里面就只是体验而已，就是来经验而已。如果你不想做噩梦，那么你就把自己的观察者角度调频到接纳、喜悦、自在的状态。这个接纳、喜悦、自在不是说在家里躺平，而是响应每一个当下，是活在每一个当下。过去不存在，未来不存在，
它们都只是大脑里的东西，只有当下相对过去和未来更真实些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当下呢，也只不过是人生这场大梦的体验而已。而在这场大梦里，你也只能活在当下的每时每刻。所以不要被影像世界带走，哪怕当下这个影像非常的糟糕。当你一直受困在对于影像的分析和判断，你就会像陷在泥潭里的人一样，越挣扎陷得越深。这时候，把注意力挪回到本心，超脱出来，你看着你过人生，便当下清醒，一切都是缘影，都是假的，又何必执着呢？这就是知则一切了，知道了生命的真相，一切便都不会再挂碍你了。你活在影像中和你看着你活在影像中，感受一下这里的不同。时刻活在当下，时刻提醒自己回到真心本性，时刻保持知则一切了的状态，做你当下要做的，做你当下想做的，做你当下能做的，然后把它做到极致，这才是真实的梦境状态。你来到你的梦里面，不白白走一趟，你要真实的体验你每一个当下。吃饭的时候好好吃饭，睡觉的时候好好睡觉。哪怕你现在负债了1000万，你要明白，在你人生的体验里，这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独特的体验。好好体验它，不要担心它，也不要恐惧它，它只是你的一个梦而已。做好你当下能做的，做你当下想做的，做到极致。不是说那些具体的事情不需要解决了，而是不要活在他们对你头脑的拉扯里。你要做的是体验，是臣服，是接纳，是放下，是无为，然后当下做到极致。当你活在对于影像世界清晰的感知里的时候，你不会焦虑，也不会担忧，而且丰盛、自在、富足这样的生命体验，反而会像源源不断的水一样涌进你的生命里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